上一期视频我跟大家聊了潘石屹他是怎么样完美逃亡的，很多朋友就给我留言说，也可以讲讲小潘的好朋友任志强呗。那这两个人其实正好是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最闪亮的双子星，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命运最后却走向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我给您描绘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套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顶级公寓，潘石屹跟他的老婆张欣就在那儿轻松的跟纽约上流社会的人觥筹交错。潘石屹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曾经拥有千万粉丝的商界明星，他已经非常成功的把自己跟家族的财富全都挪到了自由的西方世界。而第二个画面呢，是在河北的燕郊燕城监狱，高墙耸立，铁丝网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把整个空间切割的压抑极了。就在这个地方，潘石屹那个曾经相爱相杀的老朋友任志强，正在一个人对着囚室的铁窗发呆。所以您看到，同样是商海枭雄，一个成功逃出了这个棋盘，而另外一个却成了棋盘上被囚禁的人大炮。他们的故事，一个是精明商人的成功退场，而另外一个是敢言企业家的悲剧落幕。但是呢，只有把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放在一块比较，一块看，用任志强的进来反衬潘石屹的退，用任志强的理想主义的悲剧来对照潘石屹的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才能够真正读懂那个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这个不仅仅只是两个人的故事，这是一出关于性格、出身、选择与时代的深刻的悲喜剧。这样一场横跨30多年的双雄对峙，它的结局其实早就已经注定了，伏笔在他们各自人生的起点就已经埋下了。潘石屹跟任志强这两个在中国地产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截然不同的结局完全可以追溯到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出身，以及由此塑造的生命的基因。潘石屹的基因我把它叫做生存主义，核心的法则就是趋利避害。而任志强的基因是精英主义跟理想主义，他坚信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利去改变、去批评、去针砭时弊。这两种几乎没法调和的人生底色，注定了他们最终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我们还是先说说潘石屹，他的人生起点是中国西北最贫瘠的地方之一，甘肃天水的一个穷村子，父亲被打成右派，家庭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这个让年幼的潘石屹过早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命运无常，什么叫做生存艰难。这样一种经历在他心里面烙下了最原始的生存的本能，怎么样活下去，怎么样活得更好。而他对于金钱的追求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对于贫穷有刻骨铭心的恐惧。在198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家石油部之前，他的人生就像一头骆驼，被命运牵着鼻子走，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拉到哪里就是哪里。这样一种对于个人命运无法掌控的深深的无力感，成了他后来所有商业决策的心理底色。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来了，潘石屹敏锐地嗅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一路南下深圳，闯荡海南，投身到了中国市场经济最前沿也最混乱的浪潮里面。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时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刻，当时他和后来大名鼎鼎的冯仑、王功权这些人组成了传说当中的万通六君子。在那个充满投机跟狂热的冒险家乐园里面，他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最重要的是，潘石屹在那个时候学会了赌场的核心法则，不仅要敢下注，更要懂得什么时候离场。在海南房地产最疯狂的时期，万通六君子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危险，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大逃亡。关于他们是怎么样决定撤离海南岛的，当时坊间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据说是潘石屹他要去海口市规划局办事情，结果吃了闭门羹，然后一个熟人就点拨他，你要买一斤橘子去。
潘石屹心领神会，买了5斤橘子送过去，就这样才能够得以查阅内部资料。这一查不打紧，让他吓了一大跳。海口市的人均报建面积竟然已经达到了50多个平米，而当时北京的人口面积还不到7平米。这个非常悬殊的数字让他立刻警醒起来。他当时就判断海南岛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已经极度危险了。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潘石屹性格的核心特质，他对于风险有着野兽般的直觉，并且永远把活下去放在赚更多的前面。这样一次经历让潘石屹对于系统性的风险产生了终身的免疫力，他深深的明白任何繁荣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巨浪面前根本微不足道，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前判断风向，随时准备跑路。他后来所有的商业模式，不管是 SOHO 中国坚持在北京、上海核心地段开发、快速销售、回笼资金的策略，还是最终清空国内资产的决定，都可以看作是对于这样一次海南创伤的应急反应。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避免成为那个当音乐停止的时候手里还握着烫手山芋的人。跟潘石屹这样一个白色草根背景形成非常鲜明对比的是任志强的红色贵族的出身。他1951年出生在一个显赫的红色家庭，父亲任全生是参加过革命的新四军干部，曾经当过商业部副部长，是共和国的开国功臣之一。在任志强的自传里面，他毫不掩饰地说自己从小就被领导抱着长大，见过的老干部、大干部是不计其数。这样一种出身让他从小就不用担心挨饿，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给了他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优越感、主人翁心态，以及对于国家体制的天然的认同。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国家大事，思考的是宏大叙事，这个让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从一开始就跟潘石屹的这样一个个体生存的视角完全不一样。任志强的人生轨迹是一条非常典型的体制类精英的上升通道。他参军入伍，在王牌部队38军服役，而且还立过战功，长达11年的军旅生涯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样一种对体制的认同。任志强习惯了一种等级分明、目标明确的组织体系，并且坚信在这个体系里面，下级对于上级，个人对于组织有责任提出不同的意见，来帮助改进、帮助纠错。在他看来，这个是忠诚的最高表现，而不是什么冒犯。退伍以后，任志强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公检法的工作，他选择投身商界，但他的舞台始终是国有的，执掌北京西城区国资委下属的华远集团。这个选择极具象征意义，他选择了一个介于官与商之间的角色，国有企业家。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为国家管好资产，他曾经自嘲说他自己就是管钥匙的丫鬟。这样一种自我的定位让任志强天然的就认为自己是体制的一部分，是自己人。他做的一切，不管是非常精准的预测房价，还是炮轰国家不合理的政策，出发点都是为了让这个家园变得更好。他坚信他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大声说出他认为的真话。这样一种红色基因催生了任志强性格当中2个最显著的特质：精英主义跟理想主义。他坚信自己比普罗大众更能够看清问题的本质，也坚信自己有责任有权利对于这个国家的弊病提出批评和建议。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辩解，就是我是因为拥护共产党才这样说的。这个不是他虚伪的托词，而是任志强内心世界观的真实写照。在他看来，尖锐的批评不是为了推翻体制，而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为了防止他父辈亲手建立的这个系统走向僵化跟腐朽。他把自己定义为体制的琢磨了。但是这样一种自我定位虽然感动了自己，但却也最终导致了一种局内人的谬论。任志强始终认为他的红二代身份是一张护身符，
给了他批评的特权。然而他致命的误判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忠诚的定义权并不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在一个权力日益集中、要求绝对看齐的时代，任何公开的挑战最高权威的批评，不管动机是多么的忠诚，出发点是多么的好，都会被重新定义为对于核心的直接挑战。任志强以为他自己是免疫系统，但却也最终被他想要服务的那个系统识别为必须要清除的异己分子。潘石屹跟任志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基因，在他们各自的婚姻选择上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而最终呢，也导向了两种泾渭分明的人生路径。潘石屹跟张欣的结合，我们在上一集的视频当中分析过，被外界普遍看作是中国商业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战略并购。张欣给潘石屹带来的这个国际化的视野、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以及跟全球资本市场对接的能力，为潘石屹的商业帝国构建了一道坚固的离岸防火墙。通过把公司主体跟家族财富放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规则底下，他为自己跟家人预留了一条可以随时撤离的通道。而人大炮的较真跟刚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被体制所容忍，甚至会被一些比较开明的领导所欣赏。这个进一步强化了他自己的幻觉，所以任志强他从来没有想过，也不需要为自己构建什么离岸防火墙，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防火墙的一部分，是这个庞大体制，是这个庞大建筑的承重墙。他的责任是发现并且指出结构的裂缝，而不是为自己准备一艘救生艇。任志强的安全感来源于他对于体制的归属感跟对自身地位的自信。一个人的出身呢，往往会决定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潘石屹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风险，需要随时准备跑路的赌场，而任志强呢，看到的是一个需要他去修补、去建言的家园。这个根本性的认知差异，从一开始就为他们截然不同的结局写下了注脚。那如果说出身决定了潘石屹跟任志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那么他们长达10多年的密切的互动，则不断的催化、强化着彼此的信念，并最终把他们推向了截然相反的各自的宿命。两位公开的论战跟私下的交流，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思想健身房。在这样一个健身房里面，他们互为镜像，左右互搏，在激烈的思想碰撞当中，各自练就了将自己推向不同命运终点的肌肉。而这个思想健身房的核心的舞台，是世纪之交以后中国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的各类平台，包括早期的经济论坛，到后来影响巨大的微博，再到像泰山会这样极为私密的顶尖企业家精英的圈子。正是在这些不同的舞台上，潘石屹的柔跟任志强的刚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房地产市场风起云涌的那个年代，潘石屹跟任志强关于房价的公开辩论几乎是每年一度的行业大戏。任志强以他标志性的大炮风格，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坚定地扮演着房价永远上涨的预言家的角色。他的那些非常著名的论断，比如说房子是给富人盖的，虽然在社会舆论上为他招来了无数的非议，但事后证明他的预测却惊人的准确。这样一种准确性不是源于简单的市场分析，而是根植于任志强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运行逻辑的深刻洞察。他反复强调，只要中国的土地财政的模式不变，也就是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卖地来获取财政收入，同时又垄断着土地供应，只要这个模式没有任何改变，那房价就必然上涨。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方政府比开发商更希望房价上涨，否则的话，巨额的地方债务就还不上了。所以当任志强抛出买不起房就应该回农村这样一种非常尖锐的争议性言论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在挑衅公众，而是在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坦率揭示这个社会游戏的基本规则。
他扮演的是一个分析师的角色，他试图向市场来解释系统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所以人大炮的炮轰实际上是在揭示着一个被温情脉脉的政策话语所掩盖的残酷而且真实的经济规律。而跟任志强的单刀直入不一样的是，潘石屹在公开场合的表达非常的圆滑跟巧妙，他更像是一个市场派的代表，时而谈论市场的周期，时而迎合公众对于高房价的抱怨，他很少直接挑战体制的根基。在一场非常著名的辩论当中，潘石屹列举了比如说土地停批啊、经济稳定等等市场化的理由来论证北京的房价会涨，而任志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房价上涨的根本动力在于 GDP 跟居民收入的增长，这背后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驱动。任志强甚至不无戏谑地叫他小潘，暗指他言行不一。这样一种公开的相爱相杀，本质上不是简单的观点之争，而是两种生存策略的展演。任志强他选择的是说破，他坚信真理必须大声地说出来，哪怕为此而头破血流；而潘石屹选择的是说和，他更擅长在规则的细缝当中腾挪，用一种打太极的方式，既不用触怒权力，又能够迎合公众的情绪。任大炮的言论为他赢得了说真话的声誉，但与此同时也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任志强的这个炮火为整个房地产行业吸引了最多的关注跟非议，潘石屹的言论则为他赢得了市场，让他始终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舆论的环境当中腾挪，这个也为他自己那些离岸的操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巧妙的掩护。在公开舞台之外呢，他们两人共同活跃于一些顶级的企业家的圈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泰山会，这个由柳传志、冯仑等一众商界大佬组成的私密的俱乐部，为中国的顶级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碰撞思想的平台。据说呀，泰山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聚会的时候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的官员，也不对外宣传。在这个思想俱乐部的内部，潘石屹跟任志强的互动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化学作用。对于潘石屹来说，泰山会以及跟任志强的私下交流是一个极其宝贵的风向标，因为任志强那样一种毫不掩饰的来自于体制内部的非常坦率的批评跟警告，以及圈内大佬对于宏观经济跟政治环境的讨论，都成了小潘判断风险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我时常在想啊，王健林对于政策转向的这个反应如此的迟钝，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不怎么混圈子有很大的关系呢？总之，在泰山会那几年，当任志强愤怒地抨击土地政策货币超发的时候，潘石屹听到的不是改革的呼吁，而是系统性风险的警报。任志强每一次的冲锋都像是在为潘石屹探测前方道路的坚实程度。当他看到任志强这样的红二代背景都会举步维艰、屡屡碰壁的时候，小潘内心必须要跑路的紧迫感就被一次又一次的强化。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任志强的进成了潘石屹退的最有力的论据。而反过来说，对于任志强来说，这样一个小圈子更像是一个回音壁。在这样一种顶级商业精英的俱乐部里面，他不再是那个社会舆论口中的吸血鬼开发商，而是被同行们尊重和认可的敢说真话的人种。大佬们的这个赞许跟认同，极大的满足了任大炮的精英主义之尊，也强化了他内心说真话的使命感。他看到身边这些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企业家们都在认真倾听他的观点，这个足以让他误以为自己的声音具有足够的分量，能够影响政策的走向。这个回音壁的效应让任志强更加坚信自己走的道路是对的，也让他对于潜在的政治风险越来越钝感。他沉浸在为民请命、为国建言的这样一种自我的定位当中，却忽略了圈子内部的认同并不等同于公权力的认可。
更不用说他可能没有非常敏锐地察觉到那些在中国最高层、最顶层的政治风向的转变。我有时候真是感慨啊，你看小潘跟任大炮，他们俩就像镜子的两面，任志强的进让潘石屹看到了坚守的风险，而潘石屹的退在任志强眼中或许是一种全辱式的逃避。他们两个或许会互相观察、互相印证，而最终在同一个健身房里面，一个练就了逃跑的肌肉，而另外一个则练就了冲撞的肌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肌肉最终把他们推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终点。当时光进入2010年代的后半段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潘石屹跟任志强这两位在思想健身房里面练就不同肌肉的地产双雄来说，终局的时刻正在逼近。小潘跟老任，一个开始不动声色的收网，把过去2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进行系统性的转移，而另外一个则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方式来破网，试图以一己之力来撞开那堵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的墙。潘石屹蚂蚁搬家的全过程，我在之前的那个视频当中已经详细讲过了，那这里就不再赘述。而就在潘石屹精心收网的同时，任志强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破网。他的破不是逃离，而是用了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冲向他那张他认为正在越收越紧的无形之网。任大炮的悲剧有着一个长时期的铺垫，早在2016年，他就因为公开质疑媒体信党的提法而遭到了官方媒体的猛烈批判，并且被处以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他那个拥有数千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也被关停。当时习总视察央视的时候，电视台打出了央视信党绝对忠诚的标语。而对于这个事情非常看不惯的任志强在微博发帖质疑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成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嘛？而且他还说，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就被遗忘了。被处以留党察看1年这个处分本来应该是一个极其严厉的警告和信号，但在任志强看来，或许只是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的红二代身份跟精英主义的认知让他产生了一种致命的误判，他觉得自己拥有批评的特权，他的直言不讳是为党好，为国家好，最终一定会被理解，被采纳。而最终的引爆点发生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在官方高调表彰抗疫成就的背景底下，2020年初，一篇据信由任志强执笔的文章广为流传，文中用极为尖锐的语言对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跟疫情初期的应对措施提出了空前激烈的批评，这个被普遍认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篇文章它已经不再仅仅只是谏言了，而是一个公开的挑战。任大炮用一种近乎自杀式的冲撞，彻底跨越了体制所能够容忍的最后红线。他很快就失踪了。2020年4月，官方宣布他正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调查。7月，他被开除党籍，并且被移送检察机关。官方最终以贪污受贿等等多项经济罪名判处他18年有期徒刑。然而呢，由于这个判决发生在他发表那篇激烈的檄文之后，很多海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他的经济问题是政治清算的抓手，真正的核心还是在于他的言论跨越了体制能够容纳的红线。2020年9月22号，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任志强4项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在法庭上，我们看到这位昔日以大炮闻名的硬汉，当庭呢却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这个举动令外界哗然，很多分析都认为这个不是他真心认罪。而海外媒体报道，他被调查期间，他的大儿子跟秘书也一度被拘捕。或许外界猜测是在亲情被作为武器的情况底下，任志强的不上诉
是一种为保护家人而做出来的妥协。任志强如此惨烈的结局，根源于他对于自己局内人身份的执念与误判，他高估了自己红色身份的护体的作用，而低估了新时代对于绝对忠诚的要求，也或许因为他没有及早察觉到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最新的动向。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产大亨，最终用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完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次放炮，并为此付出了失去自由的沉重代价。他的冲撞是一场精神上的殉道，也标志着一个时代，那个允许人大炮存在的时代的彻底终结。当潘石屹在纽约的社交圈当中谈笑风生，而任志强在烟尘监狱的囚室里面沉默度日的时候，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浮现出了水面。在这样一场持续了30年的地产双雄记当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它拷问的是我们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根本性的定义。从世俗跟资本的逻辑来看，潘石屹肯定是巨大的赢家，他输掉了最后一笔交易，但却赢得了整个家族的自由。他摆脱了跟那片土地在物理上跟财务上的深度绑定，为他自己以及后代规避了潜在的不可预测的系统性的风险。他的胜利是可以被清晰量化的。而从任何世俗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任大炮都输得一败涂地。他输掉了18年的自由，输掉了健康的身体。在官方的叙事当中，他从一个功勋卓著的国企领导变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罪犯，名誉扫地。更让人心疼的是，他的抗争还牵连了家人。当看到任志强的女儿恳求让病重的父亲出国治疗的时候，无数人都为任大炮将来的命运感到揪心。但是呢，在世俗定义的失败之外，任志强却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他成了一个敢于挑战强权，为了言论自由而殉道的悲剧性的人物。他那样一篇檄文被视为在万马齐喑的时候发出的最响亮也最决绝的吼声。他用自己的身陷领域验证了一个时代的底色，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份不屈的记录。一个是套利者，一个是谏言者，一个是在商言商，一个是以商摄政。他们俩用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回答了那个终极的问题。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一个商人真正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是潘石屹式的离岸防火墙吗？是海外的护照、离岸的信托、全球配置的资产吗？这个似乎是一条理性的务实的道路，它能够确保个人跟家族的生存与繁荣，但代价是与故土的割裂。或者是任志强式的体制类的根基吗？是深厚的人脉、红色的背景，对于体制的归属感和试图从内部改良它的责任感吗？这样一条道路曾经被认为是无比坚固的，但任志强的结局证明了，当体制本身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曾经的护城河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囚禁自己的牢笼。最终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潘石屹跟任志强他们俩都没有错，只是他们各自信奉的道跟这个时代最终选择的道发生了决定性的分歧。一个恰好顺流而下得以保全，一个不幸逆流而上，最终被这个时代的洪流所吞没。潘石屹的精明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过客，一个赌场的玩家，而任志强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主人，一个家园的守护者。他们俩用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共同为那个地产英雄的黄金时代谱写了一曲复杂、深刻而又令人唏嘘的挽歌。他们的故事会长久地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下，供后人评说与深思。你们觉得潘石屹的逃离是精明还是懦弱？任志强的坚守是理想还是天真？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对于成功的定义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个人的故事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或者像潘石屹那样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跑路，或者像任志强那样坚守自己的信念，哪怕代价惨重。或许这个才是这两个人故事里面最深刻的意义所在。它不是要告诉我们谁对谁错，而是要让我们思考，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节目结束之前，我要感谢频道会员对于艾森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保持更新的强大动力。喜欢艾森视频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的加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